在这一期 vlog 中，我们将会解锁一个新的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第一站先来到了位于巴厘岛中部山区的乌布，在这里的2周中，我们去了稻田和山野间散步，近距离感受了瀑布的冲击，在寺庙中看了一场纯人声伴奏的火舞，还第一次尝试了甘美兰音乐演奏，发现这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在很多地方和我们想象的都不太一样。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其实离乌布的市区有点距离，它并不完全是市中心，所以这一片区域更接近居民区的感觉。走过来一路经常都会听到他们的鸡的叫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这边孩子感觉他们乐趣就是骑单车和放风筝，他们每家每户装饰的门口都特别像一个庙宇一样，有时候我真的分不太清这个到底是庙还是人家的家。而且他们的门口都有这个大象神，还有放的给神灵祈求平安跟吉祥幸福的花篮。我们每天吃早餐的位置就正对着 guest house 小院子的一个角落，被葱郁的植被与潺潺的水声环绕，不过经常也会有小壁虎和蚂蚁来造访。印度尼西亚其实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在这个80%多的人都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中，以印度教信仰为主的巴厘岛就显得尤其特立独行。与一般印象中印度教张扬的色彩和夸张的造型不同，走入乌布的庙宇和皇宫中，并不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震慑，而更像是被润物细无声的灵气所包围。这个皇宫其实没有那么大，也有可能它并没有完全的开放，所以更像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巴厘岛风格的庭院吧。然后里面有特别多的雕像，应该都是跟这边信奉的印度教有关。他们很可爱的是，他们头上都戴了2朵小花，因为很多这些雕像都是以石雕为主，所以上面都覆盖满了青苔或者各种各样的植物，反而有一种跟自然融为一体，有一种万物有灵的感觉。结束了乌布皇宫的参观后，我们远离人头攒动的主街，拐进了一条更为安静的小路，穿过郁郁葱葱的绿植，找到了一家环境清幽的家庭小店，当下就决定要在这里吃午饭。And one young coconut. 这个椰子大的惊人，比我们在泰国喝的大好几倍也有点，可能是它品种的问题。小盘子上已经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2个字：丰盛。这个是 nasi campur， 就是一种 mixed rice， 有很多混合的小菜加上米饭。Jeffrey 这个是
ayam goreng， 就有点像马来西亚那边，他们也称为这种炸鸡腿。我觉得这种摆盘的方式有点让我想起了之前在云南吃过那种孔雀盛宴，不过它是一个 mini 微缩版本，但是看起来也是各种东西都有一点，有咖喱，有一些豆芽小菜，还有一些像是小的 satay 这个沙爹肉串的东西水果，就是什么东西都有一点，还有这种小小的很精致的装了酱料的小木桶子。然后他们这边的三宝酱也跟我们在马来西亚吃的不太一样，更辛辣一点。The ayam goreng fried chicken is super crispy, but it's not like a battered fried chicken. I think it's just the skin fried. So the skin is really thin, but when you bite into it, you still get that really nice crunch. 所以这盘虽然很小，但是它也集了酸甜辣口于一身，就各种味道配合和平衡的就刚好。就是在夏天吃，我觉得是一个不会感觉负担很重的一餐，挺好吃的。然后非常推荐那个ayam goreng， 因为那个鸡腿真的好好吃啊。I feel like the things they sell, they're a little bit too random. And of course, since we're always traveling, it's hard to take any souvenirs with us. 我们就在大皇宫附近买了去看这个 Kachak 火舞的这个门票，好随机啊！就是正好看到了一个卖票的小亭子，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正好今天晚上就有表演。我好久没有这么随机的在线下订票了，所以看我们会不会被坑吧。距离晚上的表演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正好可以利用这个下午去乌布中心不远的稻田里散步。地图定位上的这个入口相当隐蔽，所以看到了主路上的这个标牌，就大胆走进来探险吧。Now this is more like the Bali I imagined, in the forest, in the wilderness, away from all the motorbikes. Hopefully this will be a beautiful walk. 我们印象中巴厘岛一般都是那种结婚度蜜月，一个特别浪漫，一个在海边的这样一个小岛的城市但是没有想到吧，就是在乌布这边有一个这么村的一片地方，这里到处都是水稻。据说它也是当然不是这一片，但是据说巴厘岛上的稻田也是周杰伦他拍《稻香》这个音乐 MV 的取景地，就蛮神奇的。其实它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跟中国或者是亚洲的农村都非常的相似。也会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走在这些田间地头，然后经常一不小心就会掉在水坑里的这种情景，真的会有一点童年的回忆涌现出来。与其说我怀念的是童年的那片稻田，更留恋的也许是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只要用力奔跑，连风都会为你加油。Look at this row of ducks. They're all looking into that direction. I wonder what they're looking at.这个创意也太怪诞了吧。
人间的灯和天上的灯都亮了。I did not expect there to be this many people here. Since everybody's just selling the tickets on the street, I didn't expect them to be able to sell out an entire crowd. The last minute. Yeah, it seems like everything is really last minute for this performance, but yeah, there's still a huge crowd here, so that's really surprising. Hopefully this show will be good.我觉得这个 Ketchup 表演确实是我看过最有灵性的表演之一啊，可以说，而且特别是在这种寺庙的环境中，而且是完全露天，1个小时的表演，然后大家就围着一个火唱歌和做一些有剧情的舞蹈，就非常的有灵性，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乐器，完全是靠这种阿卡贝拉的这种人声伴奏。It's interesting that they just wear the costume and ride the scooter back home. It's another beautiful day. 我们打算要去走一个小小的 trekking 吧，也不能说是远足了，就是一个应该是难度不大的一个散步路径。我们就在那附近先吃一点饭，来到这个有点像印尼小餐馆一个很家庭小餐馆的地方这边 warung 的意思都是小吃店小餐馆，这边供应的一般都是比较传统的印尼食物，然后消费也会更加物美价廉一点。就是来到这个小院子里面，就一下又感受到了巴厘岛很 chill 的这个氛围，就只要你不在主街上，我觉得在任何这样一个院子里，你就迅速的可以进入一个安静的空间里面，就会看到整个院子里面有各种形状、各种质地不同层次、深深浅浅的绿色，头顶的天空上的云就在慢慢的飘，然后风吹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好几个风筝在天上飞舞，所以又觉得一下又远离了那个非常嘈杂、非常拥堵的市区，来到这样一个小院子里，还挺舒服的。我觉得东南亚的菜就是因为他们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吧，所以他们的摆盘就有一种天然的美感，就是一种非常自然。不是过于精致，但是，看起来的颜色搭配很和谐，是一种很张扬、很热闹，但是又不过于喧哗的一种配色。然后我点的是一个鸡肉的咖喱 ，Jeffrey 点的是一个小鸡蘑菇这样的一个东西。Cheers. You took away my seat. What are you doing, Pug? 我就跟他对视了一眼，他就跑上来了。如大家所见，他已经取代了 Jeffrey 的位置，现在是他在陪我吃饭。Oh, you hungry? A few moments later.
这只狗子它偷走了我的鞋，现在 Jeffrey 在试图把我的鞋给抢回来。Well, that was certainly a very weird experience. The pug just started using Rika's shoe as a shoe toy and wouldn't let it go. Maybe because he's too hungry? I don't know. But in the end, we managed to get the shoe back after the owner decided to go give the pug some food.这里的瀑布声和虫鸣声隔绝了外界一切的噪音。我们现在已经走在这个远足径上面了，这是一个上坡，但是总体来说，它的路非常的平坦，很好走。哇，感觉这里的负氧离子肯定很高，适合大口的吸氧。除了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上坡的坡度，基本上剩下就是在山脊上面走。晴天来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两边的树丛掩映，然后路的尽头就能看见蓝天白云。我们要走去那家看起来还挺有趣的咖啡店或者餐厅。结束那个大概2公里左右的山脊徒步之后呢，又会到一片全都是稻田的区域，然后这片区域的周边全都是各种 SPA 啊和咖啡店啊，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在稻田之中的一个小咖啡店，就有点像一个优雅版的农家乐吧，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去什么特别景点，就反而在这种小咖啡店中，可能更加的能体会到巴厘岛它闲适的这部分的气质。我觉得在一个热带国家来说，这里给我感觉并不是很热，因为我们坐在这里，它3不5时就有四面的凉风吹拂过来，还挺舒服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如果真的是作为一个数字游民来这里工作的话，是我看到这样的美景，我觉得我还蛮难专心工作的。我们现在终于回到民宿了。其实今天还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在东南亚，就是用 Gojek 来打摩托车作为出行的交通方式。因为这边叫车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困难，一条主路基本上一直处于一种拥堵的状态，所以摩托车其实是最方便的，你要前往你的目的地的一种交通方式。但是呢，它这个路况呢，也可以说不是特别的理想。看一下这个可怕的人行横道才是巴厘岛的真实路况，路一定要看路，不然就会掉坑里。不仅是道路可能会有点坑坑洼洼的，然后它中间还有各种的大街小巷，上坡下坡，而且大家开的速度也不慢，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真的是老司机或者在国内比较有经验，我觉得在这开会比较保险。
然后但是整个体验的过程倒是还好，因为我们叫的这2位司机师傅，我觉得他们的水平都非常的 OK， 他们开车都非常的稳，就是在那个路上带着你风驰电掣到处穿梭的。所以不管是在来这里乘坐摩托车，还是想要租摩托车，我觉得可能都要考虑的一个因素，然后就是注意安全吧。除了乌布市区内步行或者坐摩托就可以抵达的区域外呢，在更远范围内，我们选择了包车去游览它的瀑布、寺庙、梯田，一些非常热门但在地理位置上也较为分散的景点。今天第一站我们就先到这个车胖瀑布，就是想早点趁人不要那么多的时候，然后从这个山还要走蛮久才会下来的，然后我们就要走这个水路到那个瀑布去。最好还是穿一双比较跟脚的鞋，不然呢人字坡可能就不知道会冲到哪里去。它深的地方有膝盖，没有膝盖，小腿那么深。我的空气刘海已经变成了2维码了，确实感觉在经历一场酣畅淋漓的冒险。水汽就打在你脸上，那个阳光照下来的时候，真的感觉到了一个异世界一样，你灵魂受到了一点的洗涤。走出来了，现在就要等阳光把我自己给晒干了。所以去这种瀑布，我觉得一个是一定要穿一双比较跟脚的鞋，如果有速吸鞋最好。然后就是尽可能带比较少的东西。我们2个最大的失误就是背了我们自己的包下来，因为下面完全就是一个到处都是湿透的状态，所以最好就只带一个防水的小包，里面放一些必需品就好了。After a very dizzying car ride, we arrived at our second location of the day. We're at the Puratirtha Temple. 等我们真正进到这个庙之前，都需要每个人拿一个这个沙龙，因为穿短裤、长裤都不可以。但是其实我不是很会绑，我只是看别人好像大概是这么绑，就是打2个结，不知道是不是个正确的方式。Is it？ 圣泉寺里的泉水终年清澈，被当地人视为具有治愈和净化的力量。在巴厘岛的宗教生活中，用圣水沐浴可以带来好运和健康，所以有很多人因此慕名而来。There are so many tourists here, too many that I don't even feel like doing the ritual anymore.除了最知名的圣泉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本地的寺庙也可以体验这种净化仪式，不过很多也需要自备沙龙。当天由于我们准备不足，加上时间的问题，就没有来得及去，有点小小的遗憾。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去乌布的话，我还蛮想尝试一下的。在这个圣泉寺附近呢，就有一家素食餐厅，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就是素的 mee goreng， 确实会跟它传统的版本会不一样，但是也蛮好吃的。意料之外，就这个豆腐，我觉得很好吃诶，这是豆腐吗？我看不太出来，但是它很好吃。所以如果参观完寺庙的话，倒是可以来吃一下这家小餐厅，正好。
结束了午餐之后，我们下午的行程就选择了更为轻松的稻田散步，去了一个相对冷门的稻田径和明信片上的常客德格拉朗梯田，发现这两个地方和我们想象的都不太一样。这条小路在地图上也是一个 trekking 的路径，不过我们在这一路走过来，除了在照顾自己田地的本地人，好像也就没有除了我们之外的第二个游客，非常的安静。在这个入口处呢，有一个小小的募捐箱，就是为了维护这里的环境跟修缮这条路吧。然后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人都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淳朴，他们都会跟你打招呼，就 say hello。我是大人、小孩子和一些很年轻的学生模样的小姑娘。整条路走下来，我觉得非常的干净舒适，路铺得很好，然后两边全都是这种层层叠叠的农田，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辛勤的劳作，就真的是一个精耕细作小农经济的一个缩影。小时候特别喜欢抓螳螂，我小时候的朋友就是螳螂朋友，但是后来我又把他们都放生了。Behind the scenes， 有人会替代你负重前行。下一站，我们继续去了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声名在外的德格拉朗梯田。那就我们个人感受而言，相比于第一个相对原生态的稻田来说，这个梯田已经是个发展比较成熟的景区了。不仅有景区该有的物价，里面给游客的各种配套设施都非常完善。稻田泳池吧，真会玩。它的特色之处大概就在于错落其间的椰子树给这片稻田增添了些许东南亚的风情，只裁切其中的部分或许仍然能成为吸引人的景观，但细看属实觉得有些疏于照料。有一些位置看的也挺突然的。 This rice terrace really is quite massive. It seems we have to do a huge loop in order to get to the main entrance. You would think that man over there is a farmer, but he's probably more like a paid actor to take photos with. 这位大哥老演员了。 I still feel like overall, even though this place is highly commercialized, there's still its beautiful moments, especially when the sun directly shines on the rice terraces. Hello， 各位，今天我是要来参加一个我期待了蛮久的一个活动，就是来学习甘美兰。甘美兰是印尼传统的一种音乐的形式，它应该是一种打击乐、敲击乐，它是一种各种的乐器组合成的一种音乐，所以它统称叫做甘美兰。我不知道今天会学习哪个，然后我参加这个是一个周日的 workshop， 它是在一个图书馆里面，你看到我身后这些书，然后我是在 Google 上面搜，就搜到了这么一个冷门的小地方。因为这种workshop 比那个1对1的课程就会相对要便宜一半左右。然后我也是上次看了那个 Kachak， 就是火舞那个表演，然后就对印尼的民族音乐产生一点兴趣吧，就感觉非常的有灵性。然后他们的很多音乐呢，也是就是贯穿在他们的宗教仪式、平时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宗教信仰啊、祭祀啊，所以看一下今天的体验会怎样。这1个小时说过得快，感觉也挺快的，就
学了2首曲子，我们其实然后就是在反复的弹和合奏，然后它有主旋律还有和声，所以弹起来感觉还蛮妙的。而且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敲击乐，我就觉得它的这种共鸣非常的强，而且你敲完一个音呢，它那个余韵会留很久，就是一直回响在你的脑海边。经常弹错，就是弹了上一个就忘了下一个，这个不是我的乐理不行，我觉得是因为它其实这个乐器比我想象的要更考你的反应速度，因为你每弹完一个音，然后弹下个音的时候，如果每一个键都那个尾音很长，它就会互相干扰，所以你每弹到下一个，你就要抓住上一个你弹过的键，让它不要发出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加考验你反应速度的一个东西。然后我看那个老师，他就是弹得比较熟练，他10多年之后，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切换，然后可以每个音都弹得比较短促。所以我觉得体验还是蛮不错的，就第一次去了解这种巴厘岛的民族音乐。那乌布篇就到此告一段落。在与巴厘岛的初相见中，我们看到了它丰饶的文化和茂盛的自然，也看到了它拥堵的交通与破碎的基建。与其说它并没有符合我们的想象，但旅行本身就是一个打破幻想、滤镜、偏见，去接触真实的人和世界的过程。也正因为阳光与雨水带来了相似的感受，音乐和舞蹈触发了跨越语言的共鸣，我们得以在不断的行走中去阅读与理解彼此的故事多一点。